这一种情况。但是现在是 LGD 的赛点啊。LGD 想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对，他想着我要把这个记录在这个感觉，就是现在记住今天的这种感觉，继续发力。对的。好，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双方的第4小局对决。听到刚刚的语音啊，确实也觉得 LGD MBW 他们整体的状态恢复的非常快的，而且他们保持住这样的状态，记住这样的感觉，对吧？听到小九久违的这个嘶吼的声音又出现了，我觉得这对于他们进入到季后赛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，很提士气啊。而且说实话，小九和小洛刚刚这个玩的有多开心，小白熊就扛的有多痛苦。对，主要是对面一套都打在了小白熊那个圆坦身上。然后就感觉双边一下子好像很有环境了。小九这把他的闪现只有2种情况会使用，一种是对面把他控死，这种比较少见；另外一种的话，对面不盯他，全局盯着圆坦打了，然后他就不用交闪，这波团就能打赢。是的。所以看到打下来以后，小洛明显他的表情也会变得更加的兴奋一点。现在其实是要回到重庆狼队这边了，因为感觉今天的话，他们也确实是在尝试想要去拿出更加多的一些 combo 的这种配合来。但上一局的话呢，感觉前期他们整体的一个换线是做的相当不错的，对吧？节奏上面是有压制住对面的，但是好像反而等发育起来打团的时候，真正到最重要的一环，也是他们这个阵容最擅长的一环的时候，掉了链子，应该这么说。就感觉还是有一个精进的空间啊，不过又延续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今天两边如果就是这种战斗爽的风格，也是非常精彩的。那就看下一把的阵容了。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，LGD MBW 在蓝色，然后重庆狼队在红色。那谁在红色方基本上是要搬鲁格纳斯的。然后包括静这个英雄嘛，对吧？之前在蓝色方的时候都搬掉了。狼队直接搬张良了。他知道小仔也有一手张良。公孙离被搬了。这样鲁格纳斯仍旧是上班，静倒是没有搬，不过外边海月也在。LGD MBW 应该还没有到1抢进的地步。就看会不会给到小白熊这个优先级了，毕竟今天第1局也让他玩到了纳克露露嘛，他的本赛季第1把。不过这样说到的，因为海月这个英雄在外面，所以始终是个不确定因素。1抢少资源，那这样医生也有一把苏烈可以用。对于打少资源的苏烈或者是张良，那个张良已经没了嘛，然后就是帽子。苏烈直接对位。是的，那医生肯定是会更喜欢苏烈一些。震惊长安第一拳。这个前期的进攻性也很强，而且也是小胖和医生这个赛季胜率很高的2个英雄啊。这把还有机会配到那个沈梦溪，因为狼队这边红四方3楼可以选嘛，只要你 LGD MBW， 除非你3楼直接点火舞，对吧？你小明直接出火舞去卡一下，他没有这么做，拿的是上野组合铠甲曹操。那这样感觉狼队沈梦溪配合裴擒虎打优势节奏也是可以的。而且这套组合会非常的强啊！越是恐惧，先选越要战胜它。这狼队的前3手拿出来就感觉很扎实，前期很强，都在补阵容的厚度。火舞直接搬了，那 LGD MBW 可以对搬沈梦溪，先搬甄姬。沈梦溪、甄姬，然后包括感觉海月，感觉 LGD MBW 也需要搬一下。狼队现在可以先抢吗？如果狼队再补一手海月，那感觉风萧这里射手只能补一个后期大河了，像孙二香这种。沈梦溪没了，安琪拉也搬掉，再对搬中路。小乔的话，好像两边都还没用。小乔狼队4楼也可以考虑。海月也搬了，嬴政也没了。长手法师有嬴政，有那个女娲。花会枯萎，爱永不凋零。选择了小乔。
也是一个可以跟爆发。而且小乔，我觉得这个英雄，当他有一个足够扎实的前排的时候，他发挥是空间比较大的。所以他跟赵怀真、跟苏烈这种去接 combo 还是挺好接的。是的，已被捕了。小九这把套狄仁杰，凌驾于命运之上的海诺海诺而是决心。右边还是有一定的爆发和控制的，他这把还得带个净化。就看狼队最后手射手位了。不好意思，只是验证一下新招式。哦，原射，好久不见。黄沙席卷之处，换成格亚，格亚的话，他们就提速了，整套阵容狼队是进攻性极强的。但对面有个凯。这个点如果苏烈跟小乔帮他解决一下，戈亚的环境还不错。是的，曹操想黏住戈亚也有点困难，而且曹操这个版本的爆发没有上个版本高。更多的是打这种持续的输出。这一局的话 ，LGD NBW 最后这手海诺拿出来了以后，相当于和凯去组建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前排，也是创造一个环境，让他们的中野辅去支撑一下自己双边的一个节奏。而狼队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每个点其实拿的都是相当强的，因为小乔在前期有一定的线权，苏烈可以帮他去卡住整体的河道转动视野，像是把右边小胖拿到了自己的配琴壶。是的，这把就不吃医生跟归期的 combo 了。对，上一把太吃了。这一把的话，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前点啊，然后去顶住。剩下其实狼队剩下的3个点都是只要你开，我一定能跟上。讲道理，这套阵容打到后期，这个戈亚还是挺有说法的。不过这手海诺目前选择带的是闪现，这样很容易被控死啊。他得出点肉装来提容错，他这个闪现才能交得出来。所以在前期的话 ，LGD NBW 会先以 B 站发育为主啊。他们比较理想的是，有一定装备了以后，少思源加海诺加上凯，好像就是一个永动机一样的前排，不断的有续航，然后自身本身也都是有回复的英雄。其实我还是蛮好奇，这一把狼队的重心会放在哪儿？理论上，苏烈配老虎，肯定苏烈以老虎的节奏为主去帮他破局，但这把又选了一个对线比较强的戈亚。如果放养戈亚不管的话，让他逆风，像守约那样不太好。不过像老虎加苏烈这样一套组合，狼队这个赛季也玩的蛮多了，一共拿出来过5次，赢过4次，胜率也是相当可观的。是的，感觉这一把的话，就看他们的重心侧重在哪边嘛。他们的双边其实拿的都是比较强的，狂铁和戈雅。看一下，蓝色方是杭州 LGD NBW， 红色方重庆狼队。我是解说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这么一换线就对了，那就围着上路打。刚好去压小洛，然后又是围着戈亚在做推进。3-2位，3-2位，3-2位。小洛一上来，我又被针对了。很难受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小洛应该也习惯这样的一种情况了。小洛的话，目前也是对抗路位置的一个分均伤害第1嘛。是的，在小洛这儿对抗路的抗是抗压的抗。不过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，小洛这个赛季依旧还保持了单杀数第1啊，就是对抗的位置上。很不容易了。河道在河道位置，对他估计被少三控了，闪现交出来了。他自己要去转动的话，确实会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对面少思源加上海诺比较强。不过其实空间之灵已经打完了，小胖过来是想蹭线的。对面人来的也很多，不是很好蹭，只能回中了。是的。而且这波打是打不起来的。这样小白熊倒是帮小洛过了一波线，曹操能够安稳到4，然后传中再一起吃一波。一定没问题。
哪一波配合，第一时间控到了对面的老虎，差一刀，哇，最后丝血这个位置走掉了，小仔闪现也没有能够追上。 那反而是对面医生切了进来，然后后方的位置小洛进去拿到了第一滴血。医生在侧面的话是单人打掉了小白熊，但这个位置自己医生被动也被打出来对，掉被动没有人能救他。小洛2连击破，前面的委屈这一波全都打回来了，并且裴擒虎是个残血状态，赶紧呼叫匡内过来帮他打掉这守一下野区。个蓝 buff，是的，有惩击，没问题。不过这波小胖真的很惊险。 邵思源跟凯的 combo 差点把他控死，当时小仔交闪追击的时候撞墙了，没过去。非常极限。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小胖打个就打了一拳，强化补攻。就是他本来是想和子焕去形成一个对 combo 小的配合。这样通过一波支援，对于小洛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2个击杀到手，还拿了一个蓝 buff， 没错。再刷一波野区，他的经济直接就来到了全场最高了。书写梦的序章。龟息的话，这把放下来主要也是以扛压为主的，本来是想去打一个上半图的节奏的。 下路换血，但吃到黄牌了。小九这里没有2技能，他得撤了。而且对面老虎来了，跳墙地线交了一个闪现，少司人拆一下。小仔也有过来接应。苏烈的位置，这是想直接越下路啊？哎，有想法。来了，知道狄仁杰没闪，送线进来，归期先开闪拍过去，苏烈直接越塔推回来，一波 AOE 砸上去。小仔这边是丝血走掉了。但是那边小白熊小明支援过来了，开了一个大招想配合做留人，找到的是裴擒虎，这是一个大人头啊！第一时间其实队友是想撤的，小胖是跳上去发现。 队友那边撤了，觉得不对劲，想跑来不及了。好，有个小乔2技能吹起来，1技能刮一下，配合上苏烈顶进去。哦，两边这把各种接 combo 啊。而且各种找机会啊。但从人头上面来说的话呢，目前的3个击杀 ，LGD NB 的6，小洛拿2个，小白熊拿1个，而狼队这边3个人头都在医生身上，都在辅助身上。是的。 不过也通过刚刚子焕的这一波蹲草，是把4分钟这个点的节奏给稳了下来。没错，不然的话，刚刚 LGD NBW 是想去 run 那个暴君的。那这样 LGD NBW 的优势就确立下来了。但现在是你一波我一波，双方还是很难打破这个平衡。包括看到整体的经济差也没有拉开太多，对位上也都大差不差。没错。 这把小洛只支援过1次，那1次就收获了双杀，其他基本上都在对抗路啊。要的就是效率。是的，上路想卡线，小白熊在帮他反蹲，但是这波苏烈跟裴擒虎上来了，又是想要故技重施吗？想提速，苏烈同样的绕后位置，凯先行动手，小胖要遭殃了！哇，先发制人 ，rush 掉了小胖。那边医生说算了算了。 他本来是想通过正面给压力，然后故技重施的。对。 但是因为小白熊也提前亮啊，他在这反蹲。对。那边也看着你过来，知道你想干啥，结果小胖往前压，一瞬间被激活了。而这个位置，医生他是没走的，配合上风萧想打一波夹击，把小洛的状态下到了残血，伤害不够。但这个1来2去，其实 LGD NBW 会更赚啊。当然。下路的外塔也拔掉了，中路也在给压力。现在狼队处于一个防守状态了，想再打进攻。 就比较困难，主要是这几波进攻上面，小胖他都被对面打掉。他是这把是红刀嘛，他的容错率还是很低的，适合打收割。那整体在对位的经济上面也是小白熊这边更高一点，但是对面也是抓到了小白熊，开了一个大招，能走吗？被小乔吹了起来，走不掉。子焕又是子焕，对，子焕这2波确实是托底了，闪现过来留。 这样整体的对位经济相差的依旧还是不大。这把的经济好均匀啊，咬得很死的。场上10个人有8个都是4000多，这种画面也是比较少见的。是的。但是
小胖的裴擒虎进入到了发育模式，他这把得吃得饱一点，要不然不好打。他这把去带线的话，对面确实目前这个阶段很难抓他。除非小仔这里的少素颜换个奔狼，但是我觉得 LGD NBW 打的也很聪明啊，他们是直接借着狄仁杰的强势期压了波中路，把中路一塔提前给拆了，7分半对的到的时间。比较早的。中一塔一拆，主要是小乔这个点会比较难受了，他就很依赖于队友过来帮他开这个视野。而海诺的话呢，当他的经济叠起来，对面中一塔又没的话，他可以去把这个视野占得很深。凯想报仇，直接找到对面死患，但是自己也被吹了起来。归期一个人顶了一口苍穹，去卡住了对面4个人，回头再反敲，自己再交闪撤出来。还好拆火，还好他交闪了，要不然吃了张黄牌顶不住的。想要去秒这个海诺，大招能够开出来。这样中路牵扯的时间，也让小洛又去拖了波经济啊。独自发育，等着10分钟出山打团。主要是刚刚的这波中一塔，我觉得 LGD NBW 是打得非常好的这个节奏。这边小明没大，被抓住了，小胖拿下，击杀。是的，再进一波蓝区，对面是焦城把这个蓝给守了下来，但他可以反一组小野，断一波线。我确实看到小胖他个人的一个刷钱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。再来抓一下小的曹操反打，招了一波闪现隔墙走了，又被对面打了一波连扣，所有的技能甩在小洛身上走不掉。这2波 LGD NBW 有点不小心了，频频的被狼队找着了机会抓单。是的，抓了2个。因为在这个阵容上面，狼队依旧还在自己的一个强势期啊。互相之间都是能够接 combo 的。小胖现在7000了，但马上到10分钟了。是的。小胖就是他通过频繁的补边线，把这个经济抓回来了。看一下戈亚先手大招一盖，海诺招了一个大招，落点不佳，反而是苏烈拍3个，哇，拍了一堆啊！自己吃到黄牌再往后走，但这边的话，狼队已经打赢了。10分钟，闹钟响了呀。这一幕也似曾相识，今天的比赛当中看到过，9分40多秒抓了对面一波单，然后10分钟这波暗影暴君打架自然有优势。狼队这波就是通过自己技能的一个 combo， 但 LGD NBW 想要去换龙，被狼队众人洞察到了，不想让对面换，直接我龙都不打了，我就要过来找你打架。被对面踩了一下，反而是医生自己的被动被踩了出来。侧面慢慢做拉扯，小洛的环境很好，慢慢点，上村一直在帮他，但是侧面这个位置又是戈亚的一个大招，配上苏烈的一个大招。你会发现狼队5个人想要把这4人包圆的时候，小洛跟小白熊一人开一个大招往这一站，我变身了，直接卡住了位置，你就不敢上了。而且小九他的那个环境就相当不错了，这也是他们的理想画面嘛。那这样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换龙，因为拖着，发现前面击杀掉的那个人复活了，顺便连半途都换了。这样怎么感觉 LGD NBW 优势了呢？他们是拿到了这个黑暗暴君，但是狼队的话呢也能接受的。小胖是把对面的一个蓝给反掉了，然后把这个暗影主宰拿了。是，很有趣。狼队这把经济基本上领先的都在打野位上了。是的，医生他100%的击杀参与率啊，而且他的硬控时长相当可观，24秒。这把医生的 KDA 是很不错的，3-1-4啊。是，前面你也说了嘛，前3个头全让他拿。对。现在我感觉小明他得保持好自己的位置啊，但他大招落点不佳。对的。交闪现出来，凯侧边绕过来，砍上去，又是小白熊的闪现。你一波我一波，然后归期落单了。要追了，闪现还没跑。但是狼队在回波。怎么说？利用归期为饵，要进行反打。这个阵型先整理好，看苏烈大杀开4
个，但是队友自己第一下跟倒在里面不了。。再看一下小胖绕了过来，但是被小白熊给卡住了。侧面的话，小洛这个位置是先把医生给带到，而且切到了一个后排，一个人单挑对面的后排，带走了小乔，但自己也没了。这个时候风萧杀完了，曹操再支援到正面来，慢慢的想要去做成一波回包。结果狼队这波团打输了，一波3换1。苏烈拍了4个，可是队友想要绕过红 buff 这个地形过来，跟不上对，第一时间跟不了伤害。而小洛和小白熊，我觉得他们这一波配合也是打得相当不错的。就是小白熊在正面卡住对面的人，然后小洛切到后排，把小乔给切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那攻守转换非常的及时，然后医生选择了一个绝佳的进场位置，可惜这波小乔大招现在才好。然后看小洛闪现过去，一个人把小乔的技能吃完，然后切掉。正面就是护着敌人就慢慢打。黄铁已经够能扛了。这把打得相当焦灼啊！但是我感觉随着时间这个往后推的话呢，少思源的奶量加上海诺和凯，感觉能扛非常久的时间。正面非常强，它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一个新版的奶桶阵。是，大家都有回复。是的，只要小明他自己打消耗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稍微拉扯一下，小心一些。小白熊顶在前面，但是被医生推顶到了进去，小乔脸上，顺势找到了后小乔要排。倒。啊，这一幕又似曾相识，那边风萧也倒了，只剩小胖和归期2人。归期要去断线，但是对面回包，太熟悉了这一幕。那归期是用命在断线啊！没错，能断掉，能断掉。他自己得死啊。LGD 下路还有兵线。是的。0换4的团战。着实没想到，小白熊过去摩擦一下，结果医生说：“那我把你送过来吧。”顶回到子焕的脸上，子焕说：“我招架不住啊！”小白熊反手开一个冰甲，对，开一个大招，冰甲就直接砍到了后排。看一下下路这个兵线，高地是能推，小九推就可以推高地，然后拿龙。是的，哎，看到了一个目标，裴擒虎。裴擒虎进自家的红区了，小胖估计要卡个视野，看能不能回城。是，对面在找包，对面在找，这个小草肯定是会去探的。对，那感觉要被探出来了，已经打到了，在草里面。那这样小胖插翅难逃。小白熊你包过来了，那边队友只能去换暗影主宰。没错。但看一下 LGD NBW 会不会反应过来？要不要切个奔狼奔过去？对面打龙速度很快啊 ，run 到了半血了。他们是派了3个人往那边赶，就是要做一个置换。这个龙的血量，丝血，医生拿到，然后医生这个位置可能要被包。是的，然后那边命要留下了。队友已经把 LGD NBW 这边的队友已经把龙拿下来了。哎，这一波医生还是比较细节的。两边这把打得相当奔放啊！这把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就在一瞬间就可能发生转换，又是战斗爽的一局比赛。是的，真的今天就是靠打团啊，看到别人能赢。是的。看来今天语音当中 LGD NBW 判断还是蛮准的，一上来就说今天要打团嘛。狼队也确实今天整体的阵容拿的也都是这种比较偏团战。今天两边在拿阵容的时候，英雄的选择坦度都偏高啊。先看一下小乔跟裴鑫，我想找个落单的人。是的，没找着。小九这边的一个魔女已经做出来了，小乔闪现没吹到，但是侧面看一下，自己要倒。小洛在侧面找到了一个机会砍进来，把没闪的子焕给留下了。LGD NBW 迎来了一波终结比赛的好时机。没错。下路还有一波超级兵。但是他们在等上路兵线先破掉狼队的3高，他们想求稳，因为毕竟现在是他们的赛点，而 LGD NBW 在目前的第3阶段是非常渴望场胜利的。是的，慢慢打，小白熊在侧面卡住了小胖的一个位置，但小胖还是把这波兵线给清掉了。后面还有3波兵线，3路线在路上，黄铁吃集火，能不能扛住这样的一个闪现拉扯出来的兵线？兵线卡不住了，苏烈要去推，但是 LGD NBW 直接选择点掉水晶了，让我们恭喜杭州 LGD NBW。我看到最后点掉水晶放下手机的那一瞬间，小九画面给到他的时候是发出了